有人说王重阳和南帝段智兴交换武功是金庸武侠中最不公平的一笔交易，因为两人虽然确实都拿出各自绝技，可是在修炼要求上可不对等。段家的一阳指只要悟性尚可，几乎都能修炼，而王重阳的先天功却有一个极大限制，那就是必须童子身修炼最佳。段智兴作为大理皇帝妃嫔无数，肯定不可能是童子身啊。所以很多人说这笔交易段智兴是吃大亏了，因为人家王重阳练了一阳指后，直接出其不意废了欧阳锋蛤蟆功，让他退回西域养伤20年，就这样保了全真教20年的平安。而段智兴虽然获得先天功，也没见他实力大增啊，是不是先天功对他就一点作用也没有？其实也并非是这样，虽然说先天功以童子身修炼最佳，但人家也没说非童子身不能修炼，只不过可能效果没有前者好。那有必要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先天功。这门武功的创始人是赤松子，王重阳因为误入他的洞府才学得这门武功。其实先天功更像是一门辅助神功，它主要是讲如何呼吸吐纳保养先天真气的，只要修炼至大成，就能不断滋养壮大修炼者的先天真气，使其周而复始，生生不息。在与人战斗中，相当于拥有了无限续航能力。这也是王重阳能在第一次华山论剑中与其他4人大战7天7夜，夺得天下第一的重要前提。但这门武功确实有一定的修炼门槛，对资质、悟性和身体都有要求。若修炼不善，可能会导致全身瘫痪。当时周伯通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根本还达不到修炼这门神功的条件，所以这也是王重阳不传给周伯通的原因。但是南帝段智兴作为武绝之一，当时他的武学境界和心性已经达标，虽然不是童子身，但也不是不能修炼。在交换前，王重阳肯定把利弊都给他讲清楚了。一国皇帝又不是傻子，他肯定也是在深思熟虑之下才答应交换的。虽然有点吃亏，但段智兴也算是深明大义之人，若能借机压制欧阳锋这个武林大海，他自然也是想出一份力的。而且他也相信王重阳的为人，不会把一阳指随便传给别人的，所以两人一拍即合，才促成这笔交易。当然先天功对段智兴也不是一点帮助没有，后面他把其中的运行法门与一阳指结合，竟然衍生出了疗伤奇效，这也为后面救治黄蓉埋下了伏笔。